二战期间，美国将各地拍摄的真实影像汇集起来，制作了纪录片《我们为何而战》。该系列公开放映的有7部，而第8部《认识你的敌人》日本，自1945年制作完成后，便被麦克阿瑟下令禁播，一直到1977年才在小范围放映。按照官方的说法，该片才制作完，美国便朝广岛、长崎喂了2颗原子弹。随着日本投降，也就不必再通过影像来鼓励军民参战。但我个人认为，这只是一种敷衍的说法，其中肯定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考虑。对今天来说，该片无疑是一份珍贵的历史影像，同时也让我们能彻底了解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成长史，以及侵华战争的前后始末和根本原因。而该片的影像来源复杂，亮度对比度并不统一，看起来一会儿黑一会儿白，所以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了高清全彩修复。相比旧版解说，本期在画面观感上有了很大的提升，文案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完善。现在让我们先随着镜头来看看典型的日本士兵，他们的平均体重只有53公斤，身高则在1.6米左右，但携带的弹药补给却在27公斤以上，超过了体重的一半。对比当时的西方军队，日军的装备老旧过时，训练的方法也不够专业，但他们的忍耐力却非同寻常，几乎能像机器一样翻山越岭、趟水过河。更可怕的是，日军一上了战场便跟疯子一样往前冲，根本不怕死，甚至常常发动自杀式的进攻，因为他们满脑子都是效忠天皇，认为死在战场上就是一种无上的光荣，包括妻儿老小也不会为此伤心落泪，反而还把他们的骨灰视为一种骄傲。或许今天看来，这是种非常荒谬的行为，但如果你了解日本历史，便会明白日本人为何对天皇会有一种狂热的崇拜和信仰。首先，按照日本的神话传说，初代天皇神武在上古时代统一了日本列岛，将其治理成了一个繁荣的王国。他自称是天照大神的后代，和所有普通百姓的血脉都是相互关联的，也就是说，所有日本人都是一体的，都是神的后代，他们流淌着比其他民族更为高贵的血液。而日本地少人多，地震频发，极度匮乏的资源使得他们自古以来便有着开疆扩土的欲望和野心。当时神武天皇就说过这样一句话，叫兼六合以开都，掩八鸿而为羽，不亦可乎，简称为八鸿一羽，意思就是要以日本为中心，把全世界统一到一个屋檐下。这句话可谓奠定了日本征服世界的思想基础。虽然神武天皇只是一个神话故事，但日本的男女老少都相信是真的，并据此衍生出了神道教，将这些观念进一步具体化。同时，他们还拔高了天皇的地位，认为他就是活着的神，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。之后，随着神道教逐渐发展成日本的主流宗教，天皇至上也成为了日本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。不过，早期的天皇并没有太多实权，整个日本岛实际上是由不同的诸侯所统治。为了维持势力和争夺领地，他们用钱雇养了一批由武士组成的私人军队。比起普通百姓，这些武士的社会地位要更高，还拥有携带武器的特权。他们甚至能随意砍掉平民的耳朵、手臂和头颅。当然，这样做并不是双方有什么深仇大恨，而只是为了娱乐或练习剑道。久而久之，武士们为自己发明了一套特定的规则，将其称之为武士道。这个所谓的武士道，宣扬对君主要有绝对的忠诚，在战斗中要勇往直前，视死如归。不过在实际的技术操作中，武士都是趁虚而入，比如全副武装的去偷袭一个手无寸铁的人，或者成群结队的去围攻一个落单的人。像后来在甲午海战、日俄战争、9·18事变、珍珠港事件中，日本无一例外都是以偷袭取胜。所以武士道是一门背叛和欺骗的艺术，一门赖子和流氓的艺术，也是日本人真正的生存法则。1591年，丰臣秀吉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局面，并以天皇的名义统一了整个日本。至于天皇，则作为一个象征傀儡退居到了幕后。此时走上人生巅峰的丰臣秀吉认为自己已经有了强大的实力，可以实现祖先八鸿一羽的梦想。
于是他计划先占领朝鲜半岛，接着占领中国，再占领印度，从而建立一个巨大的亚洲帝国。不过，就在出兵侵略朝鲜的时候，丰臣秀吉却突然暴毙，这个宏大的计划也就随之落空了。当然，日军还是从朝鲜抢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，同时他们还将3万多个明朝士兵的耳朵鼻子通通割下来，然后用盐巴腌制在坛子里带回日本，并作为战利品埋在京都的耳冢里。在此后的200多年里，德川幕府在日本实行闭关锁国，也就是拔掉网线，自己玩单机游戏，这使日本一直停留在农耕时代，几乎没有任何发展。而在此期间，西方国家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像蒸汽机、内燃机、发电机等科技发明，完全改变了当时的人类生活。到了19世纪中后期，西方强国已经开始了第2轮工业革命，进入了电气时代。1853年，4艘由蒸汽机驱动的美国军舰开到了横滨港，逼着日本打开国门进行贸易通商。这些军舰上携带的36门巨炮，能将射程内的任何一座城市夷为平地。同时，船身上的铁甲也足以抵挡日本任何火炮的攻击。这对当时的日本来说，就如同见到了外星飞船，完全被惊呆了。此后，日本从200多年的自我孤立中觉醒过来，他们意识到，只要拥有了这些先进的武器，就能实现祖先八盅一宇的梦想。于是，獐头鼠目的诸侯军阀们纷纷结束内战，开始制定政策。整个日本从经济、工业到军事等等，都完全按照西方的先进国家来进行改革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明治维新。在此期间，一度作为象征的天皇也走到台前，成为了日本实际的统治者。当然，日本进行现代化改革，并不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，而是为了打造一个强大的战争机器，进而征服世界。为此，他们花高薪聘请了英国、法国、德国的军事专家来建设日本的海陆空军。不过，光靠原来的那些武士，根本不足以建立一支强大的国家军队。所以，为了调动韭菜们的积极性，日本军阀想出了一条妙计，那便是允许农民像贵族一样拥有携带武器的特权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愿意去当兵、去送死，就能从最底层的老百姓成为一个贵族。另外，日本利用神道教来大力宣传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，引起民众狂热的崇拜。当时为了效忠天皇，日本女人努力地种地生娃，成为了生产粮食和士兵的机器。工厂里的男人则一周要工作72个小时以上，很多人因为过度劳累，才活到40多岁就报废了。尽管他们薪资微薄，背负着巨额的赋税，工作量也是世界第1多，但却毫无怨言，因为他们都相信自己身上背负着神圣的使命。而从他们头上飞过的是最新式的战斗机，从他们身边驶过的是最新款的柴油火车。不过，这些现代化机械都是为了战争准备的，并不是用来提高老百姓生活的。经过20多年的发展，日本进入了工业时代，国力是越发强盛。后来，从1894年到1905年，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占领了南满洲，并向清朝索要了高达2.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。一夜暴富的日本自此迅速崛起，成为了世界强国。这为后来的侵华战争奠定了重要的基础。这段历史在日本人的心中一直被视为他们的奋斗史。到了1927年，日本内阁向天皇提交了一份征服世界的操作说明书，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。这份奏折把征服世界分为以下几个步骤：首先是征服矿产丰富的满洲地区，并以此为跳板征服中国。接着，借着中国庞大的人口和资源，打造一个后方战争基地，然后占领橡胶和石油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地区，继而就可以称霸亚洲。最后，再集中所有的力量干掉美国。那时，西方列强自然望风而降，祖先八盅一宇的梦想即可实现。当然，要打造这样一个强大的战争机器，还需要很多很多的钱。为了筹集资金，许多日本企业凭着廉价的劳动力，将产品以极低的价格倾销到国外。像一把牙刷，美国产的要卖40美分，日本产的则只卖10美分。与此同时，日本无视专利保护，生产了大量的山寨产品。
像神户生产的火柴贴的是瑞典制造，大阪产的威士忌则贴上了英国商标。另外，他们还把丝绸倾销到了丝绸之都意大利，把布料倾销到了纺织之乡英国，他们甚至把美国国旗倾销到了美国。通过把廉价的山寨商品出口到外国，日本赚取了大量的财富，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些钱拿去购买外国的汽车冰箱，也没有拿来为国人建造更好的住宅，改善生活条件，而是大量的进口石油、废铁、橡胶、铝材等战争资源，以打造一个威力强大的战争机器。而日本最好的产品就是军人，每个孩子从小便要接受军国主义的教育，学的都是怎么开枪、放炮、冲锋陷阵。更可怕的是，在军国主义的长期洗脑下，他们都相信自己是神的后代，流淌着比其他民族更加高贵的血液。生而为人的唯一使命，就是为天皇奉献出自己的生命，为日本八紘一宇征服世界的伟大梦想添砖加瓦。1931年，日本经过多年的准备和谋划后，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。关于这一段惨痛的历史，我之前曾解说过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开我的头像主页后查找观看，这里就不再赘述。到了二战末期，节节败退的日军仍拒不投降，喊着要1亿玉碎，意思就是全国人民宁可战死，也要和美国同归于尽。于是美国就朝广岛和长崎喂了2颗原子弹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麦克阿瑟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之一就是神道教，因为正是神道教2000多年来的存在，才使得天皇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。所以麦克阿瑟下令拆除了日本所有关于神道教的建筑物、纪念碑，并取消了相关节日。同时他还让裕仁天皇发布了人间宣言，以告诉全国民众，所谓的天皇只是一个人，一样会吃喝拉撒，而不是什么神。次年2月，裕仁天皇一改往日高高在上的神秘姿态，开始到各地周游。此时人们才发现，这个清瘦矮小、气质猥琐的男子和想象中那个超凡入圣的君王根本不沾边，甚至有人形容他长得就像个镇长。所以原子弹只是消灭了日军的肉体，但麦克阿瑟却是从精神思想上来瓦解日本的军国主义。而今日本的军国主义仍是阴魂不散，有一股死灰复燃之势。所以我们要不忘历史，牢记国耻，并且也要做到知己知彼，因为如果还有那一天，我们才会百战百胜。